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日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一路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川普非常自豪哦，他领政之下的美国经济啊，好，我们之前曾经也讲过嘛，他说哦，美国经济超级好，而且美股哦，在他任内会从5万点翻倍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哦，现在有人来算这笔账哦，看看到底川普的关税政策有没有让每个家庭生活更好呢？好，最新的研究指出啊，其实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导致民众的生活成本是提升的啦，好，在去年已经让每个美国家庭的支出平均增加了$1000，所以川普总统啊，你的这个经济的思考可能还只在股市上面，但是更多的家庭其实是蛮辛苦的所以要多查一点民间疾苦。好，但是川普现在啊，真的是不开心就是用关税来直接增加。我们看到他原本要对这个瑞士是课征30%的税率但是因为不满瑞士领导人在通话当中说话的口气，他就决定要提高到39%。好，就仅仅只是觉得他的口气不好，他就提高了9%的比例所以也让很多人觉得啊，那川普你一下子生气，那我们就要配合你还可能要跟你就是讲话要非常的轻声细语，那不是很奇怪吗？好，但问题就在美国的内政其实共和党的议员对于川普可能也有一些不太喜欢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好，这个目的是要终止川普对加拿大加征的关税。那川普已经扬言将否决这类的法案，然而有6名的共和党议员倒戈了那加上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反对，所以充分展现川普现在在众院微弱多势的优势掌控是越来越动摇了。好，那我们看到司法体系也不理川普政府是说啊，这个之前有6名民主党的议员嘛，有拍宣传片说提醒军人不要服从违法的命令。好，当时川普很生气说这是在煽动叛乱，而且要求以叛国罪起诉。好，但是这么多个月过去之后啊，这6名民主党的议员也没有被司法单位起诉，所以有人认为啊，现在司法单位也没有理会川普的要求，所以川普是不是在自己的国内也越来越微弱了呢？所以他必须要往外越来越大声就像纸老虎一样。好，我们看到他真的是 taco 了因为呢，现在港媒说啊，其实美中双方有意延长这项持续数月的贸易休战协议。好，那让元首峰会能够围绕短期经济成果来开展，而且确认一个新的采购承诺。好，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好，那也就是说啊，川普啊，本来不是说4月要到中国大陆去，现在有可能3月底就会抵达中国了。那可能要讨论的就是再延长贸易休战1年。好，去年这个两国也曾经讨论到贸易休战1年的时间点，就是在去年11月的釜山川习会。好，所以现在是不是川普也为了他今年的期中选举所以可能跟中国大陆又会再度的延长这样延长下去没完没了。好，我们看到彭博也有特别是有知情人士透露的报道，说川普已经询问幕僚为何不应退出美墨加贸易协定，但他未明确的表态将退出为美墨加3方的关键重新谈判又再增添了不确定性。好，那白宫官员则是特别说除非总统自己亲自宣布，否则任何有关于总统可能采取的行动都属于无端的臆测。好，那现在白宫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放软了？因为面对在美印的贸易协议措辞上面其实有一些不一样。好，我们带大家来看这是白宫在文件修订之后有说，印度打算采购价值5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包含有能源、资讯、还有通讯科技、煤炭那当然同时也删除了对农产品的提及。好，但是原本的版本是印度已经承诺
进行含农产品在内的上述采购。所以现在这个态度的转换也就是措辞有一些不一样，也让印度的农民反而是更混乱了。好，那我们也在看中美的科技战，因为现在川普下令五角大厦采购燃煤电力，就说为了兑现重振燃煤的一个产业的承诺，而且要应对就是 AI 带来的一个庞大电力需求。那川普就是宣布了一项重大的能源计划，那他就会签署行政命令动用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好，指示战争部跟燃煤电厂要签署一个电购协议、购电协议，那确保美军运作的电力来源，那要借此延续燃煤电厂的寿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确实 AI 嘛是主要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川普也正在进行部署当中。好，那当然就是要跟中国大陆这边来进行对抗啦。好，那路透社就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多个关键委员会领袖就有敦促国务院跟商务部要进一步的来收紧对中国的出口限制，那要限制他们在取得先进晶片的一个制造设备，而且要警告现行的管制存在着漏洞，恐怕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看得出来，美国持续是把中国当成这个先进晶片的一个可能的敌手好，那辉达的 AI 晶片是不是到中国仍然是受阻呢？我们就看到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其实辉达必须接受他们的第二款最新的人工智慧晶片向大陆销售的许可条款。好，这个许可条款他说非常的详细，那是由美国的商务部还有国务院共同制定，那辉达也必须要遵守这些条例。甚至卢特尼克还特别指出说川习会去年10月达成了贸易休兵之后，其实美方暂缓1年对陆企的出口禁令，辉达也因此获准向中国来这边进行销售晶片，那就表示说美中的关系都是由川普还有国务卿来主导的，他们只是在行事当中。所以整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不管什么事情，川普都要弄得服服帖帖的生意才能做这个税也才不会课征。好，我们一样先问邱毅委员有关于这个美国经济的问题。川普因为知识有限，所以川普始终把关税当成他最有力的武器。其实川普在准备打关税战、贸易战之前，经济学家就已经给他做了非常严重的警告。为什么？关税叫间接税，就是课了关税是可以转嫁的。美国的经济学家还帮他计算了，以中美贸易来说，计算了中国对于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跟美国对于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已经告诉他了，美国需求弹性比中国的供给弹性小很多，所以最后关税转嫁的程度一定转嫁到进口商。进口商一定再转嫁到批发商，批发商再转嫁到零售商，最后会转嫁到最弱势的消费者身上。所以这一来，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会提高。这整个过程，经济学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现在确确实实，经济学家的预测已经实现了。这一点，川普要负起责任的，可是他仍然不认账。我比较遗憾的是，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那9个法官，到现在还不敢做最后的判决。川普打关税战，全面的课征关税，绕过国会，用了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他本来就违宪又违法。他本来就剥夺了美国国会里面去定关税的前提嘛，但是问题是最高法院到现在还不敢判下来。好，那现在川普因为讨厌卡尼，他认为卡尼去访问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签了战略合作的伙伴，又在达沃斯论坛16分钟去骂川普，
鼓动了全世界的反美的风潮，卡利也成为了反美最有名的斗士，所以他要对加拿大开刀。可是你别忘了，1992年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就通过了，94年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就运作了。什么叫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两个最重要的前提，一个叫贸易自由化，也就是美加墨北美的 NAFTA 要让关税壁垒跟非关税壁垒最后要消失掉。第二个，要使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其中包含资金的流通，包含了人员的流通，还有包含了等一下会讲到的那一条桥，这都是必须要让它能够自由流动的。但你现在，川普因为不高兴，要对加拿大课惩罚性的关税，国会当然不同意啊。我就佩服共和党这6个议员众议员有良心，有专业良心，倒戈是对的。你不倒戈，还跟着川普的屁股后面走，那就对不起你的专业，对不起美国人民了。好，谢大使怎么看？川普现在他这个在美国啊被检讨，不只是他的政策，他方方面面的政策啊都非常具争议性啊。就是说，他这个关税政策、贸易政策，现在美国社会都在反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事实上，美国透过他现有的这些所谓的法律的申诉啊机制，数万家中小企业以及进口商就已经提出告诉了，告川普这个违法的这个关税措施啊，造成他们实质的损失，要求要退税啊。这个案子在美国的联邦贸易法庭。川普已经败诉啊，所以才会上诉到美国的联邦高等法院啊。川普上诉啊，结果川普又输了，又输了以后，川普再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事实上前面2审川普都输了，对，是数万家美国的中小企业。对，最近不是传出来，连比亚迪在美国的子公司4个公司一起告，因为你这个关税造成他们竞争上的怎么讲不公平。然后这个税本身啊，它引用的紧急经济权利法，这个法理就已经引用错误。因为紧急经济权利法，你要有紧急经济状态，美国没有紧急经济状态，根本就不是就没有那个又好运用那个所谓的运用那个法的那个现实条件出现。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是。不晓得用什么手法让这个最高法院一再的拖延他的判决时间，那能拖到什么时候？对，因为很多人都在等，想说，怎么都还没有出来？对啊，一个礼拜拖。因为你要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它不是一个100%的法院，它都是在做政治审判的。当然政治审判也不能太离谱啊！你前面的2审你都输了，川普都输了，你现在要说川普赢的话，你要有一个让美国大众能够服气的理由嘛。那不过它的关键在什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川普政府输的话，他不只要改变他目前的措施，他还要赔钱呢，还要退税。这一点，那个贝森特就一直在那边哀叫，他说这个退税的话会造成美国经济上很大的问题啊，财政上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困局啊，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只是还是拖在那个地方，没有解决。所以呢，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些学者啊、专家人团。你造成的不只是那几万家的厂商啊，一般美国人平均每个家庭连因为你这个关税政策，你造成$1000的这种损失哦，也就是你的成本支出就多了$1000啊，那就是打破了川普的谎言，说我现在对中国大陆抽税，我现在对欧洲抽税，我现在对日本都在抽税，结果呢，这个税其实是美国家庭、美国的老百姓在出，所以它是这个整个的建立在一个不能说错误认知啊，一种刻意啊，一种扭曲的一个认知上面的政策走不远的，因为基本上它的受害者太多了，对，也不是外国而已啊，美国老百姓受害啊，那他的权力基础来自美国的社会，美国的老百姓，你说他会不会有问题？
对，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的关税政策本来就是违反人性嘛。何谦老师是这一次这个 Trump 对加拿大的这一番出手啊，确实我觉得对他对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的这个一连串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啊是有关系的。在2-3个礼拜前，在1月20多号的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那当时齐聚了65个各国的元首或者是领导人啊，那卡尼总理呢是唯二在他的这个全场的演讲当中获得观众这个起立致敬的一个领导人。那另外一位当然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啦，但是呢，那是因为关税的原因。但是卡尼在这个演讲中，他就说什么？他就告诉西方国家说，我们这些非美国之外的中等强国，包括德国、包括法国等等的，我们应该联起手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过去西方集体所珍惜的这个价值观，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多边主义的价值观，还是值得维护的，那我们不要等美国回来了，美国不会回来了，美国领导的那个旧秩序也不会回来了。我们要维护这个秩序，我们要跟俄罗斯抗衡，那我们只有自己携起手来，而且同时还要跨出这个西方集体的樊篱，去跟那些跟我们制度不太一样，但是呢，在某些地方可以合作的伙伴国家，包括中东的卡塔尔，包括中国大陆等等，我们要跟他进行积极的交往。那这是卡尼的这一套论述啊，所以一时之间，卡尼就变成了好像西方世界、自由世界的一个新的知识领袖一样。那相对而言，Trump 在那边，他虽然去，他仍然有最大的镁光灯，但是他在大家的这个评价，或是在大家心目中这种说服力啊，就没有这么高。所以我想 ，Trump 从欧洲回去之后呢，先是要针对这个美国底特律跟这个加拿大这个温莎之间的这个新建的跨境大桥去课税，或者去要求要把这个跨境大桥的一半的所有权拿过来。然后再加上要用这个紧急状态去对加拿大征税，我想都是出于很相似的理由。那刚刚这个邱委员也讲到啊，那究竟这个加拿大自己要怎么跟中国大陆还有其他的国家打交道呢？那我想这当然也对 Trump 来说是在挖我后院墙角的一种作为，所以他反过来去威胁加拿大说，如果你继续跟中国大陆走近，那对不起，要么我把你踢出 USMCA， 我把你踢出这个美加墨的协议，要么我自己退出，让你没有美国这个最大的共同市场啊，可以来销售。那到底 Trump 自己要跟中国大陆谈什么？我想大家都很关注了。刚刚媒体也报道，不论是有人说3月底，有人说这个4月初，那反正 Trump 是要到北京去的。那在2月4号呢，他跟习近平的这个视频通话在这个通话当中啊，也说了他很期待这一次的旅行，而且根据 Trump 他自己的透露啊，在这一次这个会前会啊，这个他们两个打电话的过程中，谈了很多的问题哦，不只是中美之间的双边议题，也谈了台湾，也谈了俄乌，也谈了伊朗，那当然也谈了美国要求大陆跟美国买的这个天然气、大豆等等，以及美国要怎么样去安排它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飞机引擎的这个交付，所以很多的议题会打包在一起。那其他的国家，包括印度啊，包括日本啊，怎么应对？那我想我们后面会接着再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知道现在川普是持续的在掌握世界的局势跟秩序，好，这也让欧盟非常的担心。好，我们看到欧盟国家啊，最近也是一直在跳出来讲话，尤其这人啊，叫做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就不断的在示警啊，我们看到他在敲警钟他说啊，这个欧盟首脑他们在今天齐聚布鲁塞尔讨论欧洲竞争力的时候这马克宏就发出了欧洲优先的呼吁好，说反复的提及中国，而且说他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对手。好，马克宏说啊，其实欧洲现在面临着双重危机一个就是来自中国的商业海啸，因为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1兆美元。那当然，美国方面则是瞬息万变的不稳定性，所以他认为关键战略就是要重拾保护。好，那我们前一天有特别讲到啊，马克宏的论点有一些国家像是德国、意大利，他们是不是很赞成不是很苟同，所以在欧盟里头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好，但是欧盟竞争力告急，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冯德莱恩也特别讲说，这个欧盟必须要大幅的简化法规就要提升成员国整体的竞争力。好，那马克宏也是再度提议说要推动共同借贷以进行大规模的
投资，而且要挑战的是美元霸权。但是各成员国啊，对于具体的执行方式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因为我们一直谈论到欧洲国家，常常会觉得说啊，他们是喊得比较大声，但是实际上面这个做的就是没有办法做得非常具有实际的行动力。好，这也是让很多国家就是对于欧洲国家是比较跨国的这种态度啦，好，那当然对于美中啊，欧盟必须采取行动来提升竞争力，但是还是面临了10项的重大障碍。好，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啊，这个复杂的企业设立跟营运，还有规则过于复杂，以及缺乏单一市场所有权，那专业的资格认可有限，那缺乏了共同标准。包装等规则不同，还有产品不合规，国家法规限制派遣工的负担重，还有地域的供应限制，所以可以看出来，他们连内部自己要整合，可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要怎么样再团结，然后面对另外一个威胁呢？这真的是欧盟现在主要的课题跟难题啊。好，那当然西媒有特别讲说啊，美国成了欧洲转向中国的催化剂。好，因为我们看到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啊，欧洲领导人真的是纷纷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啊，所以这个高层访问潮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在北京上演。好，我们再带大家回顾一下西班牙的国王访华，马克宏自己也去了中国大陆，施凯尔英国的首相也到了中国大陆。好，2025年底有西班牙还有马克宏嘛好，2026年一开始爱尔兰、芬兰、施凯尔都已经踏上了东方土地，那德国接下来也要到中国大陆这边来进行访问。好，那中欧之间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关联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叫做经贸的黄金通道，那这个就是中欧班列嘛彰显了物流服务的实力。那截至到2月10号前几天的数据，大湾区的中欧班列累积运输的货物总值超过了2000亿元的人民币，那货重大概是280万吨左右。好，所以看到经贸上面确实有一些互动。好，但问题是在外交政治上面，其实中方也不是好惹的我们看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最近刻意放缓了跟中国大陆外交官高层会晤的安排。好，这个举动其实被视为欧盟外交官在北京难以获得接触的一个对等回应。所以简而来说就是大家现在认为比利时布鲁塞尔已经被中国大陆冷处理了好，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也会来进行反制嘛他们针对的是欧盟的电动车关税。好，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最近对多项来自于欧盟的进口商品有寄出或是威胁采取反倾销的措施，那包含了猪肉到白兰地等等的产品都在调查或是课税范围之内。那当然也使得双方的摩擦进一步的加剧。那现在玉渊谈天也特别有指出说其实法国在之前公布了一份政府的策略报告，呼吁欧盟要考虑对中国的商品全面加征30%的关税，或者是让欧元对人民币贬值30%，那就是要因应大量低价的进口产品。或是相关建议只针对中国商品，说已经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好，所以中国大陆也会有一些反制的措施嘛。好，那现在也要看到欧盟的部分，因为北约这个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他有特别的讲说，现在北极的哨兵任务凸显了北约致力在这一块全世界最具战略重要性，而且保卫成员国要让他们变得相对是更加稳定。那这个话被认为好像在回应川普那确实俄罗斯最近对于格陵兰也是格外的这个说话特别的高涨因为他说如果西方军事化了格陵兰，那俄罗斯外长就扬言要以军事来进行反制。好，为什么一轮说这个是比较额外高涨呢？因为过去大家看到了俄罗斯对于格陵兰的态度都属于像外交层次资源开发外交干涉或是一些批评的评论。
但是首次讲到军事反制，倒是第一次哦，所以大家也会想想说，俄罗斯现在对于这方面的地缘政治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讯号存在？好，那当然俄罗斯现在有很多的新创奇招。好，我们看到鸽子竟然可以变成生物的新型武器，原来是他要把鸽子的脑袋里头植晶片了哈。好，专家团队认为，比起无人机，觉得鸽子更具优势哦。不止飞得远、耐力强，不怕天气变化，也不需要电池，还能轻易的进出管制的空域但是毕竟鸽子是动物它会有一些伦理上面的问题确实也引发了一些国际上面的讨论。好，那我们刚开始来看到马克宏最近他的事情很多，感觉很忧心，但是也有很多人是没有在管他的。好，我们问邱毅委员。明天慕尼黑安全会议就要登场。这一次很受到高度的瞩目。大家回顾去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在演讲台上炮火四射，把欧洲各国的领导人羞辱的在地上蹂躏。而今年呢，可能情势要变了。很明显的，欧洲各国现在是敢怒又敢言，连主办单位的官方文件都不直接点名的，直指川普就是国际规则跟国际秩序的破坏球。这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很明显的是被前一阵子达沃斯论坛里面卡尼那16分钟的演讲所激荡起来的。刚才徐和谦先生也说到，卡尼在这16分的演讲里面有3度台下的欧洲的大官政要领导人起立鼓掌啊，而他的演讲稿到处传送，视频也浏览率特高，他已经成为了整个全世界反川普的斗士。也因为如此，所以川普非常痛恨卡尼，但是对卡尼也没辙，川普最多只能够用要退出美加墨协定来威胁加拿大。但是问题是，川普很多事情反而帮了倒忙，例如说扬言要把密西根州跟加拿大安大略省那一条跨国大桥要把它封桥。你这一来不是也得罪了密西根州的州长吗？密西根州的州长，还有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省长。这个省长本来跟卡尼不对头的，他也不赞成卡尼跟中国走得那么近，但是现在被川普这么一搞，这个安大略省的省长也跟这个卡尼站在一边了。而密西根州本来是摇摆州，时而蓝时而红，你这么一搞的话，整个密西根州都导向了所谓的反川普的南方了。对，所以邱毅委员，欧盟的部分，欧洲国家也是，对不对？好，所以我接着要来说了，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当然很多欧洲的领导人敢说话了。马克宏常常第一个放炮，以前放了炮就说，但是我认为这一次马克宏应该不会缩腿了，而他讲的也对，他明白的提到嘛，现在的欧洲面对了双重的威胁，一个威胁来自中国，另一个威胁来自美国，可是两种威胁是不一样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可以跟他合作，采合作策略，然后达到欧洲优先。可是美国不是啊，川普是霸道、霸凌、霸权，你怎么跟美国合作？所以川普是欧洲投资家现在所心目中最可恶的黑天鹅啊！而且很多人说还不止黑天鹅，因为他一定为二，所以还是个灰犀牛。问题是啊，冯德莱恩提到的欧洲制造，
我也要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欧洲制造？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整个供应链管理里面有研发、有供应、有制造、有仓储、有配送、有行销。到底你应该把握哪一个对你最有利？顾客满意度最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把这个考虑完了，再决定你在哪个阶段。这个叫做全球分工，我觉得这就是全球化策略的本质，也是马克龙讲的，这个才叫做欧洲优先。但我觉得他们而不是说一定死守在制造的这一块。如果你死守了制造这一块，很可能到最后丧失掉了欧洲优先的最有利的原则。好，但我觉得他们自己可能也会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哈。大使怎么看？对欧洲，邱元讲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安全上从美国来的这些威胁，贸易上是中国大陆给他的威胁。为什么？因为2024年的时候，中欧贸易这个中国大陆享受的顺差是3058亿美元哦，3000亿美元。2025年也约略增加，而且呢，都超过中国大陆这2年对美国所得的贸易顺差啊，所以就变成欧洲跟中国大陆贸易这个它的这个损失是3000亿美元。那欧洲现在对这个状况是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发觉欧洲的产品相较于中国的产品，平均这个成本的差异是30%到40%，而这个不仅是工业生产能力的问题，还有社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呢，欧洲法国就有人提出来了说，我们欧洲要对中国所有的产品就施加30%的关税，那这个才能够解救于欧洲的经济于崩溃。因为他说中国大陆每一年对这个以德国为例他每个月这个失业的人数都上万，就是因为跟中国大陆贸易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呢？看起来也是一个事实。尤其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贸易之间的总额下降的时候，对欧洲的贸易是增加。那其实中国大陆也买了欧洲很多的东西，可是呢，中国大陆卖到欧洲的东西更多，更受欧洲市场的欢迎。那为什么会有这个30%到40%的差异成本差异？其实这是我认为大部分是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欧洲，你难以相信欧洲人放暑假，不是学生放暑假，是全国放暑假。对，那个1个月找不到人呐。我以前在欧洲服务的时候，那时候跟欧盟那个官员打交道，欧盟的那个时候这个所谓负责对外事务的那个所叫这个冯定康，就以前香港总督，他办公室对外说，你们这个月我们的 commissioner 去度假了除非第3次世界爆发，没有人会找到他。那全世界只有1个人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你们就不要找他，就1个月。所以你难以相信，如果一个地区他1年还要放暑假1个月，他怎么去跟中国大陆现在这么卷的这样子的一个内环境的竞争怎么表？所以这个基本上他能用结果来怎么样来要求中国大陆多交税而不检讨自己本身，你觉得公不公平呢？好，谢老师怎么看？是这个，除了马克龙之外最近欧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他叫 William Hague， 就是英国之前的外长，那现在他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也是牛津大学的校监。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打了一个我们都听得懂的比方，他说欧洲的今天就有点陷入晚清那样的危机。什么叫晚清的危机？他说第一个，我们技术弱化， AI 不如人，数位智能制造不如人，然后在关键矿产稀土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掌握，我们被牵进了我们自己制造的相信全球自由化的迷雾当中，但是忘记了自己掌握关键要害这些生产部位的重要性。第二个，没有创新的土壤，欧洲所有好的创新的公司就被美国买走了。然后呢，欧洲自己自豪于自己有一大堆这个密如牛毛的这个监管法规，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法规还有官僚体制这些繁复的审批程序
扼杀了很多欧洲的创新。第三个是缺乏政治的领导力跟集体的行动力。他就说，现在俄乌之间的冲突虽然是在欧洲发生，但最后这个 deal 这个方案停火方案怎么定，结果是美俄直接说了算，欧洲人的意见只被放在末尾当做一个附注。这就按照我们来说其实就非常像日俄战争，明明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打，但最后是日俄谈怎么去瓜分满洲的这个领土。那我想这个威廉海格他的这一番警语啊，也充分的展现了现在这个欧洲精英的这种集体的焦虑。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今年2026年，那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啊，到2月22号就满4年了。那我想今年也有可能真正的进入一个实质的大面积停火的状态啊。虽然它未必能够就能够在今年之内签成这个所谓的和平协定，因为和平协定涉及到很多术语的表达、法律的程序、议会的审批，但是至少大面积的激烈的交火，可能可以在这一年慢慢平息下来。那因此可以牵引到下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中国大陆跟欧洲各国关系的缓和。因为过去这4年当中，坦白说，由于大陆的立场跟欧洲主要国家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是蛮不一样的，大陆采取的是一个策略性的中立或策略性的模糊的战略。那当然，欧洲的主要国家因为就在自己家门口的战争嘛，他们是强烈支持乌克兰，强烈反对普京跟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所以双方之间有一些政治上的天堑啊，这个鸿沟难以弥合。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主题慢慢淡下去，那连乌克兰自己也开始派出代表跟美俄乌3家就坐在一起，在中东进行谈判啊。那我想中国大陆跟欧洲去修复关系的这个大的障碍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刚刚议论说的一系列的访问，那到包括今年大年初8，大概德国总理默茨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火车头要去中国大陆去谈。那谈出什么结果，我想我们之后都可以接着观察。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依旧还是带大家来看看日本现在的政局哦。我们知道了，这个高市早苗已经他们的自民党单独拿下了316席哦。那当然加上了日本维新会，好，他们的席次是超过了2/3。好，那当然就可以来进行修宪哦。那当然现在哦，就有媒体啊算一算说啊，哇，真的本届众院议员的当选人当中，93%的人哦都是赞成修宪的，哇，这是2003年有调查以来哦，国会选举修宪派的比例啊，首度突破90%哦，真的是超高比例。好，2024年上一次的众院选哦是67%，那最多人支持的是明确记载自卫队的存在。好，所以呢，现在就看到这个接下来这个修宪怎么进行。不过众院2/3之外哦，这个参议院也要2/3。很多人认为哦，会在参议院那边卡关。好，但是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转变跟改变。好，但是目前啊，说这个历史级的授权就已经到了嘛，吼，那高市早苗的大胜会改变印太局势吗？那学者目前认为啊，日本会走向强硬防卫的路线。那这日本的经济安保大臣哦，小野田纪美哦，在网络上很夯，他就特别讲说啊，有人批评加强防卫是意图发动战争，修改宪法是军国主义复活，但是加强国防哦，他认为不是开战，而是为了让战争不会发生。好，这是他的论点。好，那我们也看到日媒说啊，日本斥巨资采购的美国装备交付是一再拖延。好，不用日媒讲，其实我们台湾的媒体也常常在讲哦。好，东京的新闻报道说啊，这个高市早苗提出强化防卫力量，好，但是关于采购美国武器的支出都是呈现上升的。但问题就在会计检察院的调查显示啊，说美国在采购合约签署5年之后，仍未交付武器，而且交付之后，部分的武器还出现故障，维修耗时是超过14个月。那就有记者啊，就对于本就有的预算的使用方式认为真的妥当吗？无论是在这次选举当中，还是在国会当中，都完全缺乏必要的讨论。所以他就问，为何日本政府历届都持续的爆买美制的武器呢？好，难道这个美国的武器真的那么有问题吗？恐怕也不是这样子哦。你看，每一个国家对于美国的武器都有同样的疑问。好，但是不满投资进度落后，现在川普也向高市的内阁发飙啊，所以日本则是派了官员到美国来谈判，跟谁很像呢？跟南韩很像哦。川普又
用一样的招数哦。好，南韩这边国会在今天终于启动了对美国的投资法案的审查委员会。那南韩这边则是预估春节会迎来19万的陆客。那韩亚航3月底就要增开20%到中国大陆的航班。那可见中国大陆跟南韩现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氛围越来越重了哈。那中国春运第一周中日航班则是减少了1292个航班，所以日韩比一比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是蛮明显的。好，那现在看到美国跟韩国双鹰空战联演都巩固同盟的战力。好，南韩空军就说，我们从这个演习次数8次调为4次，但是单次的演习动员的兵力都是扩大1倍以上说我们已经是有双方协调之后达成的共识。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轰20也被批说不够格这是谁批的呢？是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戴维斯将军他说你们只是区域级的而已啦，跨不起人家好，那歼15是个新玩具吗？因为美国的军媒就说中国航舰的主力战机挂载着超音速鹰击15多层次的进行威胁，所以看到如果搭载这个飞弹象征中国的海军航空的力量重大升级。然后呢，因为它的范围可以扩大超过1000公里，那当然对于这个加速推进反介入还有区域拒止的战略是更加强的。那以及从歼20到歼35，美国入侵者中队复活，而且专办中国先进战机来当假想敌，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真的是把中国大陆当成首要的敌人对象了。好，我们一开始还是看到了日本的局势，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小野田纪美是日美的混血儿，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核心中的核心。他在高市非常的忠心，而且他身高1.75米，做过 model， 他的力量比那一个小泉进次郎还强。他可以一手就抬起来了40斤20公斤的那个美国大米，那个日本大米就可以抬起来了。小泉进次郎还抬不起来。这个在日本形成的一个大家民间的笑话。所以小野田纪美他所说的话是可以代表了高市的内心世界，是代表高市要讲什么。美国真的那么信任高市吗？川普本身就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虽然在日本大选之前2月5号，川普就撰文要大家支持高市，还邀他3月19号到白宫去，然后选后2月8号，那时候川普第一时间就发贺电给高市，但是川普的内心里面对高市是不信任的。他对高市的不信任有2点，第一个，日本所答应的5500亿美元的投资，是不是蓄意在拖延？会不会最后跳票？然后第二个，如果你高市要修宪，把和平宪法拿掉，那我美国对你日本还有什么约束力？我美国还抓得住你高市吗？你高市现在没有错，好像是一个听话的花蝴蝶，可是花蝴蝶还是花蝴蝶。等到你这时候，这个已经成熟了，你还会听川普的话吗？所以川普要求日本的谈判代表赤泽亮正赶快赶到美国去，跟卢特尼特、跟贝森特好好的谈，但是重点谈2件事。第一个要谈的是日本答应美国的投资5500亿，什么时候兑现？听说还开出了要日本到美国投资核电厂，日本到美国投资天然气。另外一个，你答应的日本市场要开放，什么时候兑现承诺？美国有很多做大米的、做牛肉的、做汽车的，都现在蓄势待发，想销到日本去。那你日本什么时候兑现承诺呢？所以我认为高市要修宪没有那么容易。固然在国会里面90%
的议员都支持修宪，但是如果美国老大、美国老爹不点头，你怎么修宪呢？对啊，看起来困难还是重重哦。谢大使，对啊，当然日本人都想做正常人啊，对不对？谁愿意做不正常的人，对不对？那他们都认为日本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那不正常国家的人都是不正常的人，都很正确嘛，所以他们要做正常国家。那正常国家现在就是说，其实以现在这个高市早苗他获得众院2/3多数啊，自民党一党的，他事实上他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哎。那他不能为所欲为的呢，就是要看美国脸色了。他认为这个日本人都会支持他，因为什么呢？日本众议院如果2/3的多数掌握在自民党的话，即使众议院通过的法案送到参议院，参议院不同意，参议院再送回众议院，众议院再只要一个表决2/3都通过的话，这个法律就通过了。所以呢，参议院现在也不是众议院，也不是高市早苗的一个问题了。那日本现在你看93%的这个众议员都要参，所以这是全民意志啊，要怎么样？日本做正常国家。那日本要正常国家，日本人如果可以单独力量达成的话，他可以成为正常国家。可是现在问题就卡在美国，让日本不正常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从1945年开始到今天，日本成为不正常国家，你应该去找美国人去谈。哎，你第一个这个宪法是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交给日本人，叫日本人去通过的，不是日本的意志。所以日本人就觉得很屈辱啊！我国家的宪法是美国人拟的，所以你现在要修改宪法，那就要看川普同不同意啊？因为川普会同意吗？我认为这中间川普要让日本付代价，那什么代价呢？不知道。起码你现在给我讲的那5500亿，你先兑现。那另外还有一个就变成就是说，这里面还有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核子弹永核的问题。美国不同意，你也别想。那另外还有什么呢？美国驻日本35000名美军，横须贺港是美国的，整个琉球的空军基地是美国的。你日本，即使你修了宪法，你是美国在里面，你还算正常国家吗？对啊，所以这个日本的紧箍咒根本就是美国。对这个何谦老师是这个高市早苗胜选之后啊，我就关注了一下前首相石破茂，也就是被高市早苗挤下去的那个前首相，他的发言就很有意思啊，他就说坦白，因为他是自民党人嘛，虽然跟高市在光谱的两端，他也不能说这个胜选不好，但是他说我们就算拿到了这么多民意的授权，但并不代表高市内阁可以为所欲为啊。国民给你的是期待跟托付，但是在这场选举中，其实没有讨论政策，都在讨论把高市早苗当做一个 idol 在那边在那边表演，或者说在那边追捧，像一个偶像一样，像那个投那个歌唱选秀节目一样。但是实际上石破茂就警告，就说没有替代裁员的减税。他说的就是高市早苗提出的，要在2年之内减免这个8%的食物消费税的这样的一个民生利好措施。他说没有替代裁员的减税，你会造成什么？你会造成财政破坏，造成日元贬值，造成利率上升，甚至是通货膨胀跟物价上涨的加剧。他说这是小学生都能懂的道理。他说但是这些后遗症，潜在的后遗症，在我们选举当中都没有讨论啊。那未来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按照高市早苗这个减税，但同时要扩张军费的承诺啊，那惠誉就是国际的这个主权评级公司就算了一下，他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呢，在2024年大概只有1.4% 左右，但是如果按照高市的这个路径推下去，到了2027年，它会上升到3.7%，从1.4%到3.7%，就翻了100%不止。那同时呢，长期来说，日本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也会上升，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国债风险性更高，所以日本政府要用更大的举债成本去推动高市要的这个扩军的政策。那这个其实坦白说日本已经到了去年2025年，已经是连续第4年，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那大家可能去日本玩也感受到日元贬值、通货膨胀，但是实际的这个人民的实质薪资是跟不上的，所以已经是连续第4年人民的实质所得进入这个下降的这个区间啊。